据俄媒航空新闻在4月7号的消息，基辅方面对外宣称，当前乌东局势紧张，顿涅茨克地区和卢甘斯克地区的局势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为此，基辅方面决定退出之前与俄罗斯签订的明斯克协议，废除有关谈判解决顿巴斯问题的相关条款协议，并且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将为此发动全面战争。报道称，在宣言放出之后，乌克兰官方没有对相关情况做出进一步解释。克林姆林宫方面还在数天前多次表示，希望乌克兰能够坐下来，用和平的手段谈判解决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问题。显然，基辅的这番宣言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有观察人士指出，就在基辅放出如此惊人的言论之前，北约联军大概3.7万人的部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并在靠近克里米亚的前沿地区驻扎下来。很显然，乌克兰正在尝试借用北约的力量压制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存在，通过和北约合作的方式向俄罗斯报2014年的一箭之仇。然而，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件与虎谋皮的事情。分析认为，北约正在有预谋地给乌克兰不断释放错误信号，就像2014年的历史重演一样，北约以支持的方式促使乌克兰将俄乌局势推向不可逆，只留给俄乌自己暴力解决问题的结局。很危险的是，乌克兰确实因为北约的虚假信号，或者说美国的虚假承诺，认为自己的边境问题可以得到外界支持，于是开始向俄罗斯发起挑衅，甚至类似的全面战争威胁。从如今基辅单方面退出明斯克协议来看，乌克兰显然正在将局势彻底推向失控。目前也有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有大约10万人已经被调集到顿巴斯前沿阵地，并多次向顿巴斯地区展开空袭和炮火轰炸。曾有消息称，为了想要把顿巴斯地区的武装人员逼出坚固的防御工事，乌克兰军方甚至要求前线向顿巴斯的平民集聚地区开火，用平民的伤亡来激怒当地武装部队。不过有消息称，这道命令很快遭到了前线乌克兰士兵的抵抗。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在国内的消息看，在4月7日凌晨3时左右，老朋友美军 EP-3E 侦察机再次出现在巴士海峡，随后信号直接消失。到5时左右，这架侦察机在台海南部海域以及东沙群岛附近的海域上空盘旋，直至上午8时仍然不曾离开。这架侦察机算是美军在南海动作以来最常出现在我国海域附近的侦察机了，但是那么多次侦察却从来没有这么行迹可疑过，直接盘旋了超过5个小时，中间还消失了一段时间，行迹十分可疑。就这说不是鬼鬼祟祟的，谁能信？而且在信号线消失的时间里，这架侦察机干什么去了？ EP-3E 侦察机主要是利于美国驻扎关岛的机队，主要任务就是搜集中国军事力量信息等，所以虽然说是消失，但是大致路线还是能够知道的，毕竟咱们的军机和雷达也不是吃干饭的。从南海态势感知报道的这架军机行动大致轨迹来看，这架侦察机一直在这一片空域绕圈，行动几乎是毫无规律。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军侦察机在这样敏感的地带行迹鬼鬼祟祟，十分可疑。信号消失很可能是因为美军在该地区大量收集中国的无线电信号，以分析解放军南下的航母打击小组辽宁舰编队中是否藏有潜艇。最近，美军航母罗斯福号携一支小型编队进入了南海海域，随后日本也在自己附近发现了中国航母。解放军也证实辽宁舰编队将要在这台海海域进行战斗训练，所以这个时候美军侦察机出现在这附近，是为辽宁舰编队而来的可能性非常大。毕竟按照一个航母打击小组的战斗力来说，虽然并没有发现潜艇，但是随行编队中配备有055大驱南昌舰、052D 型成都舰和太原舰、054A 黄冈舰、901呼伦湖舰，几乎都是中国现役最优型的军舰之一，战斗机已经直线上升了。所以对于美军侦察机为何这样鬼鬼祟祟，从个人角度来说，针对性搜集辽宁舰信息的可能性非常大。要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小组和中国辽宁舰编队距离并不算很远，所以中国必须更加警惕。当然，解放军自然也有回应，在凌晨4时29分、5时56分、6时31分这3个时间段，解放军军机直奔附近巡逻，驱赶意味十分明显。东部战区也有言在前，战区已经严阵以待，坚决挫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窥视，做好准备捍卫国家安全主权的所有准备。日前，据观察者网援引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媒体指出，美国试图通过半导体芯片对中国产生压力，
迫使中国在半导体压力下屈服美国。但是事情并没有美国想象的那样进展顺利，美国想要达到想象的那个目的，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商报认为，美国新政府应该停止他们这样的做法，与中国积极合作洽谈，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美国的更多企业不受到损失。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是企业们不想放弃的。据中文网报道，由于遭到中国反垄断部门的制止，美国决定放弃原势力所属的旗下国际电器公司，自愿赔付1.54亿美元的违约费。商报对美国这样的做法也有了评价，因为中国的市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有很大的利益存在。尽管收购方案中的买家和卖家都在美国，美国无视中国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很科学的。企业们需要中国市场，所以不想放弃，宁愿承受2年的亏损，也不愿退出中国市场。报道认为，美国这样的做法存在不友好的行为。这种做法不但不能使中国屈服，反而会激怒中国研发出更高科技的半导体芯片。虽然说就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研制出新材料来对抗美国，但是从一些重工业的发展度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赶超美国。美国想要用垄断的方式来切断中国市场，但却未想遭到中国反垄断，导致美国很多企业因此而损失严重，自己也是赔付了大额的违约费。其实美国根本没必要做出更多类似的举动，最终伤到的是自己。野心的膨胀导致美国一错再错。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国家，只有互相借鉴、互相进步，才能发展得更稳定。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使你再强大，也会有被超越的一天。所以要做应该是不断的超越自己，寻找更好的自己。希望美国能早日明白这一点，正视国际关系，不要做出一些无用的趣事，最后伤到的还是自己。近日，据观察者网报道称，4月6号，围绕着美伊恢复履约问题的伊核协议联委会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中俄等协议签署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美国并未派代表参加，只是与伊朗展开了间接谈判。而对于这次会议，有观察人士发现，中美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更是声称将中俄视为伙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都知道，美伊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就发生恶化，并且拜登上台以后，并没有为此带来转机。相反，由于拜登没有履行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因此被伊朗直接拒绝谈话，从而导致美伊关系持续恶化。现在，伊朗开始变得硬气了起来，反而美国显得有点高攀不起，主要是因为伊朗现在不仅有中俄撑腰，背地里还有欧盟为维护伊核协议所提供的支持。现在，美国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曾经被孤立的小国家，而是一个团体。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伊核问题上又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压力。一些国会议员认为，美国需要尽快回归协议，不然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将造成潜在威胁。所以在此背景下，美国只好将目光投向了能对伊朗施加影响的中俄。据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美伊间接谈判是具有建设性的，美方也将中俄视为在维护伊核协议领域上的伙伴。换句话来说，就是美国希望能与中俄一起来遏制伊朗的核计划。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在面对伊朗强硬态度下的无奈之举。而对此，中方代表也是直接在会议上亮明态度，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施加的所有不合法的单边制裁，无论是对伊朗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实体和个人的长臂管辖，都应该立即解除。很显然，现在美国想要重返伊核协议，只能面临2个选择：要么同意取消制裁，那就间接承认了自己的制裁不合法，拜登政府对外的强硬形象也随之坍塌；若是不同意取消制裁，那现在的僵局也就无法打破，美国重返伊核协定也就变得遥遥无期。现在就看拜登如何抉择，毕竟相比美国在回归协议问题上的急迫与无奈，有中俄支持的伊朗能够耗得起。